对于改变，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充满着很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很向往改变之后自己升级成 2.0 或者是 3.0 的样子，但另一方面又对于改变的未知充满着问号、怀疑，还有一点点恐惧。有时候我觉得改变很像是伏地魔，是一个你明明知道该要面对的存在，但是又很怕面对。你有想过吗？除了懒之外，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有改变的念头，但是却提不起那个改变的勇气？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对于改变有什么误会？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改变的路上断舍离掉的6大绊脚石思维。这些经验还有观点非常的主观，但也许这些真实的经验可以提供你不一样的选择。Hello， 我是陪大家散发珍珠光的 A。影片都有设章节，大家可以跳到自己想看的部分，但麻烦广告帮我们多看个几秒。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优化影片最大的动力。1. 准备好了再开始。关于改变，我觉得最耽误我的思维就是要等一切准备就绪，天时地利人和贵人出现再开始，不要莽撞，不能冲动。像要开始运动，我们就先买好器材、课程、衣服、鞋子，然后等瘦了一点再开始。如果想要变漂亮，那就等漂亮了再开始变漂亮。想要变得有品味，那就等有钱。以我自己为例，如果我在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我不停止我的完美主义，总是想着要等着买好了器材，学会剪辑，学会打光，学会调音，学会拍摄以后再开始，那我可能800年后都不会开始。如果只带着完美主义标准的滤镜，就不会有准备好的那一天。而且改变开始就只是一个动词，一个起手式，它不是一个结果，更不是一个什么很神圣不能提的代名词。有时候很难开始改变，是不是我们都把它想得太神圣？有一句话不是说你不是厉害才开始，而是开始了以后才变得很厉害吗？改变其实更像是积极主动的一个心念，想要改变就是一定想要变好变厉害，但当下的我们就是因为不够好，才主动的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区隔。如果等到一切都准备好再开始，好像听起来很深思熟虑但它其实根本就是把我们拉进一个消极又被动的无限回圈里，我们断舍离它好吗？其实成长本来就是发生在行动的过程中啊，要解开这个盲点其实就是先做再说，想的时候都是问题，只有真的开始做了，这些问题才会一一有了答案。但不否认在开始一件事的时候，你的确是要做一些 research， 那与其我们要做好全部100%的 research， 可以调整到30%，就可以 push 自己一下，边学边做。一开始一定会做出一些想要皱眉头，然后一直很不满意，像我做影片有很多影片我事后看了都很想要删掉重来，但那就对啦，那就是我们成长的轨迹。只要持续做，边做边复盘，会从想要烧掉100%的东西变成80%、50%、30%，然后就会越来越少。不过如果你一直不执行，就只有一脑子很完美的想法，就像国王的新衣那样，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做。所以要变的第一步，我们就是承认，然后允许自己目前就是不完美，而且会犯错，才能够边做边修整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心态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真的现实客观的条件我们还不够，那我们就可以看看现在身边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利用。以我自己为例，我这2年其实很想要学艺术治疗，纽约大学的艺术治疗就非常的有名，可是学费真的很贵，现阶段的我真的没有余裕，想到要付的学贷，有阵子我就告诉自己说放弃吧。但对于艺术治疗我还是无法忘怀，我想要了解的心真的很强烈。我就转念一想，其实我可以利用自己现在手边以前念的心理学的书，现在也有很多 YouTuber 是脑神经学家或者是心理医生，还有 Podcast， 免费的资源真的很多，我现在就可以利用，可以边学习边看看未来有什么可能。我过去已经拿很多这类，因为我目前的资源不足，客观条件不好，所以我就放弃了，真的放了自己很多年鸽子，我已经对自己失望透顶很多次了。这几年开始，我就是决定要断舍离掉这一点。2. 改变等于瞬间180度的翻转。
大部分我们都觉得改变就是要来个大动作，有个特效药，好像很厉害，像开挂一样，很心急，要明天马上立刻不一样。例如马上辞职创业，我就期待有一番成绩，或者是从来不运动，我开始给自己定目标，一天运动8个小时，平常不拉筋，明天就想要劈腿。本来想要有个180度的大转变，结果360度回到原点。可能我有点夸张，但是你又在挑战大魔王关卡，又在自己吓自己，你的胆子真的没有那么大，不要只吓他。而且他会跟你说能快速有效马上看得见的，只有在广告里才会出现。改变就是需要时间，我们以为改变是直线上升，但其实真正的改变就是充满了曲折，它就是像波浪，有可能刚开始都看不出来，好不容易冒出个头了，中间还会有个停滞期，偶尔又会回到原点，这听起来是不是真的很像在劝退？难道我不想要告诉你，看我的影片，包你30天会穿搭，包你30天后身心灵平衡得到平静？我也很想要有巫师的魔法棒啊，一个咒语就可以让我每一集都是爆款。不过细心的你有注意到吗？连巫师也不是天生就会使用咒语、驾驭魔法棒，他们也是要通过学习有效的释放他们的魔法，过程也会挫折，也会低潮，他们也是需要时间修炼成可以跟伏地魔抗衡的巫师。又像上一集提到的，我们就是 baby step， 在不舒服中求舒服的方式，坚持每天一点就好了。1年之后，我们就会比现在厉害365点。我们可能用看起来有点笨拙、有点缓慢，却很实在的步调到达终点。当我们累积足够的小成就，就更有动力去挑战下一个关卡。3. 过去没有成功，现在的我也做不到。不知道你是不是，但我自己过去就很容易在改变的时候有一个心魔，以过去失败的经验定义现在的自己。像是想要培养运动没有成功，就代表我应该一辈子都不会爱运动。或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过去转行的失败，代表他以后就不能换跑道。如果都把过去的经验等同于现在的自己，那应该就不会有黄仁勋的回答，也不会有贾伯斯的苹果，更不会有 Typical Girls。那你可能会想，上一集我不是讲让成功喂养成功，现在又跟大家说不要拿过去失败的经验定义自己是怎么样到底？我想说的是，过去尝试没有成功，就把那个感受留在过去，但失败的经验它是废料还是肥料，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断舍离掉不适用的废料，萃取这些过去的经验，再从试错的经验面对自己的盲点，学习改善优化。那失败的经验就只代表我们是人，我们在走一条没走过的路，连 ChatGPT 都会犯错，更何况是我们。试错只是我们还在找对的方法成功，不代表每一次都会失败。最近我有看到有点鸡汤，但是还蛮营养的话，他说我不是在成功，就是在学习的路上，跟你们分享。4. 改变靠意志力。你可能会觉得能够改变的人都是很有坚强的意志力的，我意志力不够，所以没有办法改变。不否认改变它是需要意志力的坚持，但改变其实取决于你对于改变后的渴望。以我自己为例，我想要戒酒或者是减少酒精的摄取，其实已经很多年，但好像一直都缺乏了那么一点点强烈的动机或者是渴望。直到2023年前年的时候，我因为过敏导致瞬间无法呼吸，进了2次夜间急诊。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以为自己是对生死看得很淡的，直到我吸不到空气的当下，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不在意。我想要活，而且我想要健康的活。与其老年都在吃药看病被动消极的等待中结束，我更想要独立自由有尊严的活到闭眼前的那一刻。然后基于这么强烈的渴望，我开始对于运动健康有了非常大的野心。之后去看中医，他就是建议我减少糖还有辣的食物、酒的摄取。听了中医的话，我本来想要减少酒精就好了，但一想到酒精对我的影响，我真的是没胃口。戒酒到现在2年，我好像也没有靠太多的意志力。当然有时候我还是会怀念那种微醺的感觉，看到甜的辣的也是会嘴馋，我也不会完全禁止自己完全不能碰，偶尔还是以一个8:2的原则，8分健康，2分吃自己想吃的。但可能是因为我想要健康的渴望太强烈了吧，所以我到现在对于甜辣还有酒精的欲望真的大大的减低，也算是我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没有使用到很多的意志力。
另外，意志力跟专注力一样，它其实是一个很有限的资源。如果每天都要靠意志力撑，很快就想要躺平了。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还会有反叛心态的人，真的不需要那么严苛，给自己一点空间跟时间，让自己原本的习惯有一个转换的过渡期，一个出口，才不会因为太压抑，让自己又叛逆崩溃，回到原点。像现在我们不是很喜欢营造氛围感吗？其实想要改变最好的方式也是给自己营造一个改变后的氛围，比如说想要健康就给自己营造一个健康的氛围，像是家里尽量都储存原型的食物，本来零食柜是塞满了，现在我们就变7分满，另外3分用健康的零食替代。那如果想要小孩子爱念书，首先除了自己要减少手机电子产品的使用，也可以在家里放满书，他无聊没事做，他就只能看书。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一招。想要早睡或睡前不要玩太久的手机，那就给自己营造一个放松好睡甚至有点无聊的卧室。矽谷那个很有名的 Live Longer 的 Brian Johnson， 他就是把他的卧室简化到只有床跟冷气，连床头柜都没有。你呢？你为了改变，你想要营造什么样的氛围？欢迎大家留言。5. 别人不支持就很难改变。我懂，想要改变的人一开始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毕竟要面对的是很多的未知，我们都会想要得到身边的人的支持、认同或者是加入。这也许也是让我们迟迟不敢动作心魔之一。像我想要转行之前，也很希望得到家人的同意、理解还有支持，就总感觉没有得到支持就没有办法开始，开始了就有罪恶感。但是改变其实就是对自己负责，可能刚开始会受到打压啦、冷嘲热讽或不被看好，但那都是别人在投射他的想法，跟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自己的英雄，我们改变是要得到自己的认同、尊重自己，让自己看得起自己，而不是别人的 validation。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群体的感觉，就是想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像是想要开始跑步，但是你身边的人不想要跑，那就可以向外寻找加入跑步社团。想要手作就可以找工作室，找不到社群那就自己开一个啊，做了以后才能吸引到同频的人。首先我们自己先慢慢做，做好了就能得到你想要的认同。但是空想只会吸引来很多阿里不达的恐惧、批判、负面的能量，我们断舍离这一点，先从内心找认同。6. 年龄太大，一切都晚了。在改变的时候，还有一个藏在心底深处的魔障，就是我都30、40、50了，我还可以改变吗？一切都太晚了吧。有段时间我也有这方面的障碍，总是会拿都几岁了，我还能怎么样怎么样的来弱化自己。但也就像刚刚提到的，前年我突然没有办法吸到空气过，突然想通了，不论从什么开始，都比我闭眼的那一刻早，而且改变从来跟年龄没有关系。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张爱玲那句成名要趁早，还是过去整体的社会氛围的影响，总是觉得一切的尝试都要在年轻的时候做，年纪大了犯错好像很糗，很有失身份什么什么的。但是想想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拿外在的年龄标准来衡量自己可以做什么？现在社会很多人都要30才从研究所毕业开始工作，那我们是要怎么样30而立，40就不惑？不是有一句话说 Age is nothing but a number， 我听到以后也是脑里放烟花，但是耳根在硬，偶尔还是会在无处不在的年龄焦虑的氛围下被影响。所以当你又在自我审查现在开始会不会太老或太晚，你不孤单，也不代表你软弱。因为即使从小都坚定认为不要被年龄定义的我，也曾经被带跑偏，甚至却步过。现在想想真的是很不划算。不过如果我没有过去的经历，因为认同外界的定义而怀疑自己的过程，我现在也可能没有那么有骨气坚定的告诉自己永远没有太晚或者是太老开始这件事。因为你只要记得现在开始永远比你闭上眼的那一刻还早。如果你是今天开始，1年之后你就已经累积了1年，10年后你累积了10年。你如果不开始，永远是0。可能5年前人家笑你，现在才开始要看书，5年后你已经念了800本。如果你还是有点没安全感，你再想想安藤百福，他48岁才发明泡面，巴菲特95%的财富是在50岁后才获得，肯德基爷爷65岁才创业，很多爷爷奶奶都是60、70岁才开始健身增肌举重的。
像荣格说啊 ，Life really does begin at 40. Up until then, you are just doing research. 孔子也说人生70才开始。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是一句安慰老人的话，但却把其他对于年龄的定义那么当回事？最近我还有看到一本是一位60岁韩国心理医生妈妈写给她女儿的一本书，叫《给我40岁的女儿》。里面有一段话想跟大家分享，她说：女儿啊，你知道人们活到60岁的时候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吗？活得不够具有挑战性。40岁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年纪太大，像是有人指使的一样，活得只剩下责任与义务。直到60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40岁还很年轻。最后你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犹豫，想说年龄大一点，身体条件的确会走下坡，体力、精力、记忆力都不如年轻人。对啊，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年轻一点好像一切都会简单一点，但是过去的时间就是回不来了。所以你现在还不开始吗？